1945年、1957年、1969年出生的3个鸡将迎来转运。然而，由于他们头脑聪明，喜欢表达自己意见的性格，在与他人交往时，属鸡人需要谨慎选择交往对象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困扰，以免对自己的运势造成影响。以下是对这些人的具体解析：一是性格孤僻的人，属鸡人热情开朗，喜欢与人交往，享受热闹的氛围。与性格孤僻、不善与人交往的人交往，会让属鸡人感到压抑和孤独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如果同事总是闭门不出，缺乏交流和合作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无所适从，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。性格孤僻的人通常不喜欢与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沟通困难，无法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。性格孤僻的人往往情绪内向，喜欢独处，这与属鸡人的热情开朗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例如，在一个团队中，如果某个成员总是沉默寡言，不愿意参与讨论和交流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困惑和不安。属鸡人希望通过沟通和交流来解决问题，但性格孤僻的人往往缺乏这方面的兴趣和能力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挫败。在社交场合中，属鸡人喜欢热闹和欢乐的氛围，而性格孤僻的人则更倾向于安静和独处。例如，在聚会中，如果某个朋友总是坐在角落里，不参与任何活动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尴尬和无奈。属鸡人希望通过互动和交流来增进友谊，但性格孤僻的人往往无法响应这种需求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孤独和失望。在家庭生活中，性格孤僻的伴侣或家人往往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困惑和不安。例如，在家庭聚会中，如果某个成员总是沉默寡言，不参与任何活动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尴尬和无奈。属鸡人希望通过互动和交流来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，但性格孤僻的人往往无法响应这种需求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孤独和失望。总之，性格孤僻的人往往缺乏与人交流和合作的意愿和能力，这与属鸡人的热情开朗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与性格孤僻的人交往时，属鸡人需要学会如何与其相处，避免被对方的冷漠态度影响。例如，可以选择在对方情绪稳定的时候进行沟通，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寻求共同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这样既可以保护自己的情绪，也能减少与对方的冲突。二是过于自我的人，属鸡人喜欢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，与过于自我、不顾他人感受的人交往，会让属鸡人感到被忽视和不受重视。例如，在朋友交往中，若朋友只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，经常无视属鸡人的意见，这样的关系会让属鸡人感到疲惫和失望。过于自我的人通常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需求，忽略他人的感受和需求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孤独和无助。过于自我的人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需求和利益，忽视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例如，在朋友交往中，如果朋友经常只顾自己说话，无视属鸡人的感受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被忽视和不受重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情况，这样才能建立更加平等和和谐的关系。在工作环境中，过于自我的上司或同事往往只关心自己的目标和利益，忽视团队的合作和整体的利益。例如，在一个项目中，如果某个成员总是强调自己的观点和想法，无视其他成员的意见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公平和挫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，这样才能寻求更好的合作方式。在家庭生活中，过于自我的伴侣或家人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需求和感受，忽视属鸡人的感受和需求。例如，在家庭决策中，如果伴侣总是只顾自己的意见，无视属鸡人的看法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被忽视和不受重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情况，这样才能建立更加平等和和谐的家庭关系。
过于自我的人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需求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被忽视和不受重视。例如，在朋友交往中，如果朋友经常只顾自己说话，无视属鸡人的感受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疲惫和失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情况，这样才能建立更加平等和和谐的关系。三是喜欢控制他人的人，属鸡人自主性强，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，与喜欢控制他人、强加自己意见的人交往，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束缚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如果上司或同事总是强制要求属鸡人按照他们的方式工作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反感。喜欢控制他人的人通常会干涉他人的决定和行动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失去自主权，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。喜欢控制他人的人往往有很强的控制欲，喜欢干涉他人的决定和行动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束缚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如果上司总是要求属鸡人按照他的方式工作，无视属鸡人的意见和想法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反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，这样才能减少被控制的感觉。在家庭生活中，喜欢控制他人的伴侣或家人往往会干涉属鸡人的行动和决定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很大。例如，在家庭决策中，如果伴侣总是强制要求属鸡人按照他的意见行事，无视属鸡人的看法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反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情况，这样才能减少被控制的感觉。在工作环境中，喜欢控制他人的上司或同事往往会干涉属鸡人的行动和决定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束缚。例如，在一个项目中，如果上司总是要求属鸡人按照他的方式工作，无视属鸡人的意见和想法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反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，这样才能减少被控制的感觉。在社交场合中，喜欢控制他人的朋友往往会干涉属鸡人的行动和决定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束缚。例如，在聚会中，如果某个朋友总是要求属鸡人按照他的方式行事，无视属鸡人的意见和想法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反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，这样才能减少被控制的感觉。四是喜欢争强好胜的人，属鸡人喜欢竞争，但更注重公平和合作。与喜欢争强好胜、过于激进的人交往，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不安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如果同事总是竞争激烈，不愿意合作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挫败。喜欢争强好胜的人通常会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困扰，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心情。喜欢争强好胜的人往往有很强的竞争心，喜欢在各个方面都胜过他人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不安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如果同事总是竞争激烈，不愿意合作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挫败。属鸡人喜欢公平和合作，但喜欢争强好胜的人通常会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困扰，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心情。在家庭生活中，喜欢争强好胜的伴侣或家人往往会在各个方面都希望胜过他人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很大。例如，在家庭决策中，如果伴侣总是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认可，无视属鸡人的看法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反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，这样才能减少竞争带来的压力。在工作环境中，喜欢争强好胜的上司或同事往往会在各个方面都希望胜过他人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不安。例如，在一个项目中，如果同事总是竞争激烈，不愿意合作，
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挫败。属鸡人喜欢公平和合作，但喜欢争强好胜的人通常会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困扰，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心情。在社交场合中，喜欢争强好胜的朋友往往会在各个方面都希望胜过他人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压力和不安。例如，在聚会中，如果某个朋友总是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认可，无视属鸡人的看法，这会让属鸡人感到不满和反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属鸡人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，这样才能减少竞争带来的压力。总之，1945年、1957年、1969年出生的属鸡人，在选择交往对象和处理人际关系时，需谨慎选择，避免与上述4类人过于密切交往。希望这次的解析和建议能帮助属鸡人建立和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困扰，助力他们迎来成功与幸福。